注意看，新郎打算在新婚之夜玩点刺激的，不料却被一颗喜糖卡住喉咙，当场领了盒饭。由于死因太过奇葩，新娘为了顾及丈夫的颜面，没有说出实情，婆婆便认定是媳妇克死了儿子，所以从那之后就没给过她好脸色看。而秀芝不知道的是，丈夫林春成死后化作鬼魂，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。不料这一幕恰好被微服私巡的城隍爷看到，于是他连忙做法帮秀芝驱除了煞气。而此时只要点亮爱心，并留下一句好运连连，都能够逢凶化吉的发大财。那么城隍爷为何要出面帮助秀芝呢？原来昨日是城隍爷神像的安坐大会，而恰好这块地是秀芝的婆婆捐出来的。城隍爷和城隍妈一眼就认出秀芝，正是每日替他们擦拭金身的姑娘。见秀芝和婆婆关系不睦，于是他们便翻开功德簿，这才明白秀芝在新婚之夜就成了寡妇。为了答谢秀芝的恩情，两位神明打算要好好的报答她。正当众人要将城隍爷神像安坐时，林夫人的小儿子林富贵衣衫不整的被人推到了庙门口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富贵在青楼和酒家女私会，不料却被有心人趁机拍下照片，并以此要挟富贵拿钱出来，否则他们就要把照片拿给他母亲看。此时富贵这才明白，他们三人是一伙的。见富贵拿不出钱来，于是男人便带着他来到城隍庙，担心母亲责备富贵不敢说出实情，只能谎称自己住旅馆没付钱，希望母亲能帮他先把钱垫上。于是林夫人便让男人跟随秀芝去账房领钱去了。然而富贵这小子却忘了把照片赎回来，竟然让这伙人又有了可乘之机。随后老鸨玉环带着牡丹来到林家，并提前收买了大夫，谎称牡丹已经怀上了富贵的孩子。林夫人得知后勃然大怒，当即就要用家法惩治这个不孝子。此时牡丹假惺惺的上前护住富贵，林夫人这才罢手。玉环表示要让牡丹嫁入林家，否则她就要出去散播富贵是个负心汉，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却不负责，到时候丢脸的可是你们林家。于是就这样，牡丹顺利嫁入了豪门。另一边，由于春城的魂魄逃出地府，阎王希望城隍爷能帮忙捉拿。而此时他们才发现，这个逃跑的林春城正是秀芝的丈夫，秀芝对他们有恩，所以他们打算这件事一定要调查清楚。另一边，秀芝的青梅竹马文龙也从国外留学回来，他这次就是要打算娶秀芝为妻的。怎料这时几个鬼魂出现在他的周围，而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文龙竟然能感知到他们的存在。原来他从小就有一双阴阳眼，自小就经常能看见鬼魂和神明，所以他早就见怪不怪了。很快文龙就在街上恰好遇到了买菜的秀芝，然而秀芝面对文龙3年前的不告而别，一直耿耿于怀，并表示他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让文龙不要再来找他了。文龙听后非常的伤心，于是打算借酒消愁，不料却刚好遇到了游荡的春城，而春城也惊奇的发现对方竟然能看到自己，于是打算让他帮自己一个忙。怎料两人在交流时居然发现对方是情敌，随后两个男人竟然为了秀芝大打出手，两人打累了也不忘休息一会。而文龙也很好奇他是怎么和秀芝相识的，原来当初文龙不告而别，让秀芝非常的伤心，于是打算将两人的合照撕毁扔向悬崖。恰好那时春城刚好路过，以为秀芝要寻短见，于是连忙冲了上去，怎料自己没刹住车，还险些掉下悬崖，好在被秀芝及时拉上来，两人也因此结缘。此时两人还没察觉，他们的打斗声已经引来了城隍爷和城隍妈。春城见状想要开溜，可还是被拦住去路。城隍爷打算将春城带去地府，可此时文龙站了出来为春城求情。那天他看到了城隍爷好心帮助秀芝的画面，文龙看得出来，两位对待秀芝非常的照顾。城隍爷表示秀芝姑娘对我们有恩，我们帮助她也是应该的。此时文龙说道，如果二位现在要把秀芝的丈夫带走，秀芝知道了一定非常的伤心，我想你们也不想看到她那么难过吧。春城也表示他只想再陪在秀芝身边一段时间，自己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跟他说，等他说完了一定会跟城隍爷走。城隍爷也被春城的真诚打动，于是便给了他3天时间。3天时间一到，春城就要主动到城隍庙报道，3天后春城就要去投胎了。现在他烦恼的是如何才能跟秀芝说上话呢？此时的秀芝打算给正在洗澡的牡丹添些热水，不料他却意外发现牡丹的肚子十分的平坦，当即明白她是假装怀孕嫁入林家的。牡丹害怕事情败露，于是直接动手将秀芝打晕。门外的春城看见这一幕心急不已，连忙去找文龙帮忙。如今秀芝发现了牡丹的秘密，他自然不能让秀芝活在
在世上，于是直接将秀芝推进了水井。而此时春城带着文龙赶了过来，两人急得不知所措，春城只能跪下祈求城隍爷，希望城隍爷能救救秀芝。就在这时，城隍爷和城隍妈出现，施法将秀芝救了出来。等到秀芝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城隍庙，他连忙跪下，感谢城隍爷和城隍妈的救命之恩。秀芝很好奇，文龙是怎么知道这一切赶来救他的？文龙表示，这一切都是春城告诉他的。事到如今，秀芝才终于知道，原来丈夫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边。她想要恳求城隍爷能让她再见春城一面，可城隍爷表示人鬼殊途，如果你们见了面，就会扰乱因果。而此时秀芝突然想起婆婆和小叔子，此时还被蒙在鼓里。为了能让林夫人看清牡丹的真面目，城隍爷联合秀芝演了出冤魂索命的戏码，让慌张的牡丹露出了马脚。而林夫人也发现了牡丹竟然用枕头伪装怀孕。眼看时机成熟，秀芝这才走了出来，并将这一切的真相道出。得知真相后，林夫人一气之下将牡丹赶出林家。而经此一事，林夫人也终于明白秀芝是真心待自己好的，从此一改往日态度，把秀芝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。而由于这次事件是因富贵调戏酒家女引起的，林夫人气得当即狠狠惩治了富贵。林夫人恨铁不成钢，表示你大哥从小就那么乖那么懂事，为什么如今先死的人是他而不是你呢？怎料富贵听后大怒，他从小就觉得母亲偏心大哥，如今母亲算是把真心话给说出来了。富贵一气之下离开了林家，而林夫人也十分的伤心。她并非故意说这些话的，只是如今她对富贵有着很深的期许。没想到第二天，玉环等人便上门讨债。原来当初是玉环诓骗富贵做买卖，让他无意间签下了卖身契。此时的富贵真的慌了，他恳求母亲能救他。然而富贵一而再再而三的令母亲失望。林夫人这次打算不再帮他。就这样，富贵怀着仇恨的心被玉环带走。怎料到了晚上，牡丹带人将林夫人和秀芝也绑了起来。原来富贵为了还债，竟然要把母亲和大嫂卖进青楼。林夫人得知后无比震惊，她没想到儿子这么不是个东西。而富贵则怒斥林夫人根本就没把他当作儿子，否则也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别人带走。就这样，林夫人和秀芝被卖到了青楼，秀芝还要被逼去接客。好在春城的鬼魂一直守护着他，并将母亲和秀芝一同带到了城隍庙。而牡丹和富贵也遭到了城隍爷的惩罚，两人吓得连忙来到城隍庙跪拜，不料却在这里遇到了林夫人和秀芝。事后林夫人对富贵吐露心声，她对待兄弟两人从来没有过偏心，只是因为从小春城憨厚老实，还不爱读书，所以他才会把春城留在身边学做生意。可是富贵从小就聪明，林夫人更是对他寄予厚望，所以才会送他去国外读书，希望未来能有出息。可他却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。而事到如今，富贵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，跪在母亲的面前诚心忏悔，最终母子二人和好如初。看到林家恢复往日宁静，春城也放心的转世投胎去了。